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林亮君。五哥好，大家晚安。台北市议员苗博雅。大家好。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玉善。五哥好，大家好。右手边为你邀请到的台北市议员钟小平。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逸夫。大家好。时事评论黄忠老师。大家晚安。好，今天礼拜二，对，传统上到礼拜二的时候，大家就在等那周刊到底针对金华城这个案子有没有其他一些料？那当然，民众党的朋友们也在等，包括黄昌总召，包括陈赞他们，等到媒体果不其然爆了一些料出来以后，直接盛货告诉你，今天你如果看了所有媒体上报道跟金华城有关这些的话。应该用匪夷所思来形容 ，OK？ 里面有太多一些内容，你绝对没有办法想象会是这样一个状况，所以难怪民众党的朋友呢会这么大声的挞伐，要就起诉了吧？如果照周刊里面讲的这些内容，那当然就可以起诉，还延押要干什么呢？因为你怎么可能会想得到，如果照周刊的报道，那柯文哲主席如果收钱的话，会在市长室吗？会在那天金华城动工的地方吗？可能会出现这个状况吗？好，包括谁会知道 Orange？精华出境，原来是我们从小玩的游戏，写了纸条以后拿来拓印出来，会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出现吗？好，那一开始在讲所有这些过程的时候，先让你听一下，包括黄昌总召，包括陈赞、民众党所有的人，针对今天媒体报道他们的反应。来，在起诉书里面啊，把竞检所讲的这么荒谬的剧情。拿1500万去柯文哲市长办公室，讲话要负责任。那如果是这样，北检跟竞检的关系、合作关系这么密切，就赶快按照竞检所写的，赶快起诉。为什么现在还要延押柯文哲？现在就可以起诉啦。请问还在等什么？现在是北检写不出来的起诉书，要来由竞检来帮忙写吗？这边我要提出强力的谴责，不要再这样羞辱柯文哲。市长室是办公的地方，不要再这样羞辱柯文哲。好，你可以看得到，那这次包括黄章总召，包括陈赞讲说你在羞辱柯文哲，那怎么可能会是在市长室干这样的一些事？包括黄章总召直接讲荒谬 ，OK？ 那为什么会提到荒谬？因为今天在所有周刊里面所报道的那些内容，好，我们大概一个一个拆解看。第一个，柯文哲是不是有在对1500万汇款的地点是在哪里呢？这周刊报道。金华城改建案，2022年10月18号，台北市都发局核发建造，沈庆金稳拿840容积率。隔天19号动土典礼，沈在典礼现场休息空档。再来11月1号，在台北市政府市长办公室，一共拿给柯文哲1500万现金。那每一天多少不知道，他说一共拿了1500万。那柯收到钱以后，再叫贴身账房橘子记录在 USB 里面，工作部的 Excel 密账。这就是这段过程。他说办案人员。掌握，我不知道办案人员是怎么掌握到这一块，但是这个就是你听到黄昌总召，包括陈赞他们的党团主任大骂这一块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你听到这个会不会觉得匪夷所思？怎么可能会是出现在这样一些的地方？好，这是周刊这样一些的报道。那这里头过程当中，周刊里面生活讲金华城7个员工的210万假现金真汇款，被法院认定让金华城从560到840的前金。那 USB 里面的2022。11月1号，小沈1500陈进金被认为是后谢的一部分。可是除了这个，当然有去比较应小薇，那应小薇怎么样？应小薇目前看起来的话，那款项是不是有一些5190万？那以柯文哲拥有的实质影响力，应该不止这么多吧？那这一部分，所以为什么？包括昨天在节目里面讲说买商办，那个现在的承租户，所有这些人也都传来当证人问，要问所有金流的过程跟这个金华城，包括是不是有汇款的问题。有没有关联性？好，这里头是一个部分。然后呢，接下来就讲到橘子这里头讲到的一张白纸，见识了破解柯亲笔密令，是因为大家知道 Orange， 然后包括金华出境，怎么会出现在好这一段？待会过程当中，来宾会当场告诉你为什么可以如此的破解。可是这里头讲到的很多的这些部分，你很难想象一段周刊揭露柯文哲裁定书的内容。各位，裁定书的内容哦。周刊揭露裁定书的内容，他指出，甚至显露柯文哲显露一副君临天下、睥睨一切、无视人间律法、凌驾法律之上的态度。反观历任总统，无论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不管卸任或在任时有无在押、有罪无罪，遇到司法案件，以尊重司法程序为优先。而柯文哲是落选的总统参选人，在野党主席的被告，
先破坏司法威信，亵渎国家司法权一番，故意形塑自身为政治犯、良心犯，连羁押于看守所，其自意拒绝出庭，又何能期盼他于出所后还能够遵其到庭？所以他同意要延押。各位，这是法院的裁定书，不是北检的。那这份裁定书，邵逸夫、尚公、活化石，我问一句话，你告诉我，这份裁定书最大的重点在每一个都打上下引号，就原文呢、所以他是看过裁定书，照着裁定书写。如果我们引述文件的完整内容，或是部分的段落内容，我们一定会打引号。OK， 好，资深媒体人告诉你，如果你看到这些的话，应该就是从裁定书出来的。那包括这里面又有人要讲谁泄了密，谁去弄出了这样一些的东西，我待会儿告诉你，裁定书大概有多少人会看过。OK， 好，但这里面一善是，请问一下，你看到这会不会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市长办公室，包括动土典礼的休息空档，怎么会这样？所以难怪民众党说从黄国昌以这样会大骂成这个样子啊。对啊，每次民众党碰到竞检，我们现在镜头看一下竞检的报道的时候，都会说是科幻小说嘛。说真的，我们还真的认为，我现在也跟他一样的态度，还真的蛮科幻小说的。因为一般人干不出来的事情，假设科幻小说成真，真的柯文哲真的是大胆到极点啊！为什么这么说？第一个，竞检金周刊今天说，他每一个阶段都收钱。那每一个阶段哪些阶段呢？第一个就是所谓的2020年3月10号那张 A4 纸嘛，研议阶段的时候，包含所谓的陈佩琪，这我们之前都讨论过了 ，ATM 理财157万嘛。2020年的3月26号，有7个人所谓用人头汇了210万给民众党的这个所谓的研议阶段，两笔钱就是157万跟210万。重点来了。今天最重要就是这个爆料啊，这个柯文哲在市长办公室跟金华城工地各收贿啊，我们不知道怎么收贿了，总共收贿1500万，与 USB 的记录2022年11月1号小审1500沈清金吻合。这个东西我们之前都知道，但是怎么收人事实地物不知道。今天跟你讲人事实地物，人就是柯文哲跟沈清金直接对接，根本不用有中间人，直接柯文哲跟沈清金在工地跟市长室就直接收了这笔钱，而时间点就在10月19号的所谓的动土典礼跟11月1号的市长室会议。大家说真的有那么大胆吗？真的敢在所谓的市长室不是公开透明吗？我跟大家讲，市长室的公开透明是做给记者看的，因为只有记者是公开透明。市长长这样子。市长室就是一个长廊啊，当然它里面有很多的办公空间，包含顾问室。我以前在这边办公的，我们叫顾门口，因为门口就在这边嘛。顾门口室啊，顾问室后来被蔡壁如改成会议室。朱雅虎跟蔡壁如开会的地点就在这个地方。那旁边就是市长室，中间都没有门，这边都没有门。市长秘书室才有一个市长室的门进去。一开始是进到所谓的市长秘书室，所有进到市长秘书室的都要打卡，所以这里是有门禁管控的，所以进到市长室之前会先进到市长秘书室，才有一个门进到市长室。旁边呢，钟小平议员就知道了，开便当会议室就在这边，上面写一个一堂和气7点半的会议也是在这边。大家都不知道一件事情，有时候柯文哲跟你们开会的时候，会突然之间从后面就冒出来，他不是从前面这个门这个门就是这个门啊，这个门啊。他这边有一个门嘛，他不是从这里进来，他会从这里进来，从后面到一堂和气那边，一堂和气直接进来。小平证实了，就是表示后面这里有一个门，那后面这个门是通到哪里？他直接就通到市长室，所以这里有一个密道啊。这个密道是直接市长室可以到这个会议室里面来的。后面其实更重要，有一个后门。也就是说，记者前面常常我们柯文哲每天都在读访的时候，记者有个前门呢，他们从市府的门口进来以后，坐电梯到11楼，堵在这里的都是堵在这个记者读访。那时候我是行政秘书，如果市长不想读访的时候怎么办呢？想要偷偷跑掉的时候怎么办呢？就要从后门出入，而且这个门直接可以到地下室的停车场，坐电梯直接开车就出去了。所以记者不一定所有的行程都可以堵得到柯文哲嘛，所以后面是有一个所谓的直通地下室停车场的电梯。那除了市长进出之外，还有谁可以进出？
就是市长交代把人带上来的时候，我们就从这个门进出嘛，因为那个就不是公开的行程、私人的行程，或者是柯文哲的重要人士，都是从这里进出的。而这里进出可以从停车场直接把贵宾带上来之后，私人行程带上来之后，直接从你以为会进到市长室打卡让秘书看到吗？不会，他直接到会议室，甚至会叫他坐一下。为什么呢？可能客人还在前面嘛，市长的客人前一个行程还没有结束嘛，叫他们先等一下，而且还可以做一个隐藏，叫什么？我开会啊，我是来开会的，我不是来私自见市长，所以我进到会议室里面，等到市长一有空交代下来的时候，就可以从这个密道直接到市长室嘛。这个叫做人事时地物最重要的地点，1500万，至少周刊现在报道就是在市长室收的。那市长室收，大家觉得说，1500万很多怎么可能直接现金把它推到这个市长室里面？跟大家讲1500万大家觉得很多，100万叫1.65公斤，5公斤一个水果礼盒，5个水果礼盒就解决了1500万，所以它分2次嘛，一个在工地可能先收了3个放在后车厢里面，另外2个可能就是第11月1号的时候直接从这个后门走进市长室递给柯文哲嘛，这个至少是《镜周刊》今天这么想啊，这样讲大家觉得说匪夷所思，科幻小说，但是竞检的这句话就代表了柯文哲的心态。另外2个可能就是第11月1号的时候，直接从这个后门走进市长室递给柯文哲嘛，这个至少是《镜周刊》今天这么想啊，这样讲大家觉得说匪夷所思，科幻小说。但是竞检的这句话就代表了柯文哲的心态。第一个心态叫做最危险的地方，叫做最安全的地方，市长室是最安全的地方，没有人怀疑会在这里，所以我就在这里。第二个是多一个人知道就多一分风险，那如果我经过所谓的中间人去收这笔钱，那我就多了一个人知道，反而多了一个风险。我直接跟沈清金知道对接的时候，我中间没有中间人的情况下，我柯文哲就少了一个人知道，最后只有橘子记在账里面去而已，而且账并不能代表说我真的收现金所以只是在账上的数字，我并没有让橘子知道我有收了这1500万嘛。另外就是说，柯文哲的皇帝心态是非常重要的。刚才看到这个图，为什么写一堂和气？一堂和气是雍正的最喜欢的那一句话，所以他在会议室里面挂了一堂和气，表示他的所谓的帝王心态嘛。这个帝王心态，我们以前在这里行走的人在这里附近行走的人就叫上书房行走。我就是上书房行走待过的，我是碰干，好不好？橘子的前辈叫碰干，所以在上书房行走，表示柯文哲认为进来送他东西的人叫什么？君临天下，睥睨一切，无视人间律法，凌驾法律之上。这个是所谓的裁定书里面写的，法官写的，非常符合柯文哲的性格啊。因为这样的性格，你给我的东西是我要你给我的吗？不是啊，是你要纳贡给我的，我只是收取各方的超贡。根本不是收钱，所以不要再侮辱柯文哲的。柯文哲叫纳贡，不是叫收纳。沈清金是残余匈奴人。对，一闪是你在任职的期间，你有带过有贵宾从刚你讲的那个所谓的电梯地下停车场直接上电梯，然后跟市长开会吗？有大巨蛋的那个大巨蛋那个赵腾雄当柯文哲第一次跟他会面的时候，柯文哲还评价赵腾雄叫一身酒气，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要跟赵腾雄开会，这里门口堵了一堆记者。赵腾雄没办法从前门进来，而且从前门进来之后，所有的记者问一堆问题，我们怎么回应？就是从这个电梯直接坐到11楼，从后门直接进到会议室里面去开会的。OK， 那刚一善所讲的这些是在市府任职的时候说有那个后门啊，有电梯可以直接上。三位议员有开便当会嘛？有。你知不知道有那个后门电梯，然后可以直接上去？你这么资深，我不晓得，真的不晓得。你不晓得？可是我知道我们便当会进出的时候，有时候会从那个旁边那个就是一团和气那个一堂和气那边
进来，就有一个门出去，嗯，对，一个小门，对对对，哦，OK 小小的不是很大，哦一个小小的门。但那等于是解决了刚才易善讲的，可以从市长室从那个门，等于后面有一个通道，然后从会议就会开会室进去。到市长室。 OK，那亮君知道吗？我也不知道。哦，电梯可以直接到市长室的办公室，这个没有，阿淼这个没有。我们是开大门走大路啊，所以都从警卫那边进来啊。对，这边有一个警卫室，他们大部分都是从这里进来的。哦那事实上后面是有一个电梯，是可以从后门进来的。 OK，阿淼，是我还是一样要讲，你不要讲说黄国昌跟陈志汉会讲成这个样子。今天出现的这个地点，无罪推认，在没有判决确定以前，你真的不知道什么。甚或讲了，你要看到起诉书，大概才知道周刊今天讲的这些内容到底有没有。可是光以这个民众党口中的柯焕文进检所办的这些内容，你会不会觉得，如果是真的，会不会觉得夸张到了极点？当然跌破眼镜啊！你知道这个民众党经常在指控说啊，媒体啊、名嘴啊都编故事嘛，对不对？可是你看今天周刊所写的那些内容，我检视了过去这段时间所有名嘴媒体的评论，都没有人想到会有这种剧情。都没有人想到说，如果收贿的话，会来市长室吗？怎么可能？大家这个很震撼嘛。但是我觉得这个震撼度之外，现在下午我更震撼的是什么？跟亮君借一下手板。我更震撼的是说，辩护人罕见发声明，对他们这是第一次。柯文哲的辩护人发了声明，第一次发。结果在这第一点里面啊，关于周刊的内容啊，他竟然是写说尚待检察官来查。对，他没有说我带我当事人驳斥。他只是说尚待检察官来查，然后只是说因为无罪推定啦，所以法院没有审判有罪之前，他都是无罪。后面无罪推定，这大家当然知道啊。可是大家更关心的是说，那周刊讲的这真的假的？那照理来讲，过去律师，那你觉得他的辩护律师应该要怎么样去直接这样写？你知道吗？如果律师他只要讲无罪推定的话，其实他不用发声明，因为这写在法律里面啊。对不对？如果你要发声明的话，你一定是要澄清或是否认某些事情，你才会发嘛。结果竟然没有澄清，没有否认，只是说那检察官查吧，意思就说什么查得到的话，那就查得到嘛，大概就是这个意思。那我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比周刊更跌破眼镜。那更厉害的是说第二点，关于是否抗告，这等于是在我不知道是不是在隔空啊，跟黄国昌和陈佩琪医师在喊话还是什么的？因为在延押裁定当天，民众党跟陈佩琪医师都立刻呼吁说要抗告嘛，立刻吹响抗告的号角。可是你看今天辩护人写的也很保守啊，我们要跟柯先生讨论之后才能决定。这什么意思？照说啦，如果说你要抗告的话，那当然你裁定书应该当庭拿到。那现在也过了几天了，大概心里要不要抗告有底了。如果要抗告，应该会提了。可是你今天发声明的时候还说还在讨论，这代表了什么？这代表了检方所提出的抗告理由里面应该有一些辩护人觉得很难反驳的东西。确实嘛，因为你如果觉得说，检方的抗告理由都假的啊，法院呢乱七八糟的，那你一定立刻决定抗告了嘛。那检方的抗告理由里面，关于第一个举子的身份，第二个关于柯文哲他曾经拒绝应讯，这两件我觉得确实很难推翻，确实很难推翻。第三点更有趣啦，第三点辩护人在讲，消息不是我泄露的。辩护人这个翻白话就是消息不是我泄露。为什么突然要讲这个？过去你看黄国昌他们都在说北检，对不对？甚至吴宗宪还带队去北检要来查北检，对。过去人家都在说是不是北检泄露的啊？有人在讲你辩护人吗？是不是因为今天周刊里面报的有那个特殊的部分，就是说黄敬言议员对北检不可能泄密给黄敬言嘛？怎么想也不对啊，除非黄敬言是北检的奸细埋伏在他们之中，不会吧？那黄敬言讲的这一段我们不知道，我们本来还不知道周刊讲的真的假的，因为裁定书我们也没看过啊。可是律师今天跳出来突然讲说，这不是我泄露的，是不是反而间接证实了，确实裁定书里面应该提到黄敬莹这件事情是真的？因为大家一定会怀疑黄敬莹议员讲的是有声有色，他的那一段里面讲的有很多细节，感觉上像是看过笔录的人才会讲的。那他怎么看到笔录？大家都会问嘛，笔录谁有？法院有，检察官有，律师也有。那
所以你看今天这个柯文哲的辩护人的联合声明不发则已啊，一发之后反而觉得，周刊讲的好像应该真实性是有哦，所以才会需要发这个嘛。那你看周刊讲的真实性的问题，其实你看到前面黄国昌、陈智汉、吴怡萱、林珍瑜等人曾经否认过的事，他们现在都不敢再否认了。他们现在已经不敢再否认有随身碟了，也不敢否认小沈1500了。他们现在也不敢否认橘子的角色了嘛？因为之前橘子刚出来的时候，我还记得这个林珍瑜议员有讲说，这个橘子据他所知是去日本留学啊，然后呢，这个如果我们所有人被检察官传唤，我相信没有人会刻意回避。好，那时候讲得很满嘛。那现在显然看起来，橘子第一他绝对不单纯，因为他列被告了嘛。第二，他绝对不是去留学嘛，因为留学生如果被通缉，怎么可能又转往转学嘛，对不对？再去澳洲校外教学，所以在这种种过程中，前面的事情逐步证实之后，好像黄国昌他们已经忘记前面的事，他们现在在做的就是说，有新的事就是否认，有新的事就否认 ，SOP 就是否认。那为什么是这样呢？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他们其实现在在做的已经不是救柯文哲，在做的叫做损害控管。虽然表面上还是护柯，但实际上心里在想的是说，这个党每年还有1亿5千万的这个党，是不是要怎么样把它保存下来？要怎么样能够在这个后柯文哲时代的竞逐里面把实权抓在手里面？这个我觉得是现在在外面的这些柯文哲身边的人心里真正在想的。因为这整件事情，好，你听到这些的过程的时候，我相信很多的观众朋友今天从一大早一直到现在，包括你现在看到节目里面，一定有，不管你是支持柯文哲，你是讨厌柯文哲，你觉得你怎么可以这样贪赃枉法，或你觉得柯文哲怎么可以被冤枉成这个样，不管你是什么态度，但对于这一篇报道一些内容，那一定都会觉得说可以写成这样。各位，你知道，他会面临到第一个，对所有的包括民众党的朋友这些的话，绝对可以大声的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写得出像这样一些，像刚黄章总召跟陈志汉所讲这些，你在羞辱柯文哲。对所有的包括民众党的朋友这些的话，绝对可以大声的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写得出像这样一些，像刚黄章总召跟陈志汉所讲这些，你在羞辱柯文哲，市长办公室怎么可以这样？但另外一面，你不觉得周刊也在赌他的信誉？如果以后起诉书出来，发现从头到尾没有这些，你觉得对周刊来讲的话，他以后他在台湾还要生存吗？大家各自在赌像这样的一些下去，而这里面所有的这些东西，你现在听到的这些状况，活化石，我这样讲好了，在你没有看到证据以前，当然我们也觉得这个太不可思议、匪夷所思，正如黄国昌说的荒谬。但是你记不记得阿扁那个案子出来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在媒体上面，当大家在讨论有没有那个那不叫保险箱，叫保险室，对不对？我们叫保险室。你们讲快一点。然后那里面有多少的钱或什么？我们那时候是不是大家也有讲说，怎么可能10几亿？10几亿，那时候大家是不是觉得怎么可能？太夸张了，而且大辣辣在银行那个保险室，但很遗憾的，那个案子后来是真的。被描述的过程，我讲这段不代表现在周刊讲柯文哲是真的，我只是说所有东西到目前为止，我宁可相信这都不是真的。但是这里面所解的这些，一夫你跑了这么久的政治，看了这么多，包括案子的所有这些，你不觉得这里面，如果我刚刚讲，如果要这里面不是真的，这周刊以后在台湾怎么生存？如果是真的，那你叫所有民众党的，包括黄章他们怎么，大家情何以堪啊？面对这样一些状况。因为你看周刊里面的报道里面，你说那些10几个豪门那个证人有没有被传？有，确实有被传。谢国良亲口出来说200万他妈妈捐给党，有。黄崇仁有没有说木可劳务契约？有。那你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周刊里面的报道已经有一部分属实嘛，我们就是说有一部分，我们不能说完整部分嘛，那当然你报道，因为比如说
里面王力宏500万，用21个人头政治现金，黄珊珊210万，哎，但是总金额是500，那还有290万，那里面都有描述，那当起诉的时候，如果金华城这一部分会不会写进去？4个问号，4个问号，因为它可能跟金华城本案无关。那如果没写进去，是不是民众党又说啊，然后下一次政治现金违法，它出现在另外一部分，另外一个案子，它有没有可能出现这样？它是有可能的，因为它没有，并没有。你说，嘉义名人300万，说的是给这个柯文哲租台坡个人办公室的装潢费用嘛？那这里面他好像又跟金华城没有关系。那一般我们来看，他大概会把它列在政治现金案啊，或是其他的案，他跟金华城无关嘛。他会把政治现金里面可能他现在在查300多笔，是不是跟金华城有关？有关，他政治现金这一部分移过来嘛。那无关的，他可能就是移到政治现金案的另一部分去处理。那可能你完整的起诉书你会看不到这一段，会看不到这一段。但看不到这一段的时候，起诉书出来，代表周刊为假吗？未必，因为如果政治现金案查办的时候，它是出现在另外一部分呢，所以它会变成一个很大的疑问嘛、疑虑嘛，就是说。他这么多案子，可能这一部分在这一部分，这一部分在这一部分，但是周刊的报道里面是金华城啊、政治现金啊、对照组，它是全部把你写在一起的嘛。今天律师有发声明嘛？刚才博雅讲嘛，是啊。那律师有没有拿到裁定书？有嘛？我先讲一下裁定书可能会经手的几个人，法官写的嘛，对吧？法官写的嘛，书记官、检察官，辩护律师，大概这几位都会拿到。那有没有谁会给谁，我不知道。那你们大家讲，但这些人是一定会都会经手过。那辩护律师一定拿得到吗？那你看今天的辩护律师函有完全否认吗？他只是说，他只是用了一个标题，就说后续检察官依法要办理，依法侦办嘛，他也没说那个没有哦，那个没有哦。这一段其实刚才阿苗讲的这一段的时候，我看到这个声明的时候，第一个你会发现，民众党所有的人的态度是非常非常强烈。但是相形之下，辩护律师的律师函声明，当然因为律师就是这个案子他看的这些内容，他发的声明感觉上没有像黄国昌或是陈之汉这么强烈。我一直在想，如果是辩护律师第一段要怎么写？各位，侦查不公开，我知道他们也要在防着有人说他泄密、侦查不公开，但是各位，没有的事情是没有侦查不公开的问题的，你懂我意思吗？谣言是没有侦查不公开的问题的，所以你会发现，如果要是没有的事情，那大辣大家都可以出来讲，那就是个谣言。所以这一段如果真的要写得凶的话，那就是这个案子侦办至今，从未听闻过相关的一些东西，北检是不是应该出来大声驳斥？像这样的东西，我没有违反侦查不公开哦，因为没有的事、没有的东西，我当然可以讲，至少侦办过程从未听闻。那北检应该针对这些东西出来大声驳斥。我就说要写，就直接写这些，那个气势感觉上，最起码也应该是这个样子啦。啊，不，因为那个辩护律师手头上也有裁定书啊。那周刊报的裁定书是不是属于裁定书的内容？辩护律师很清楚啊。辩护律师不会不知道吧？裁定书下来以后就丢到垃圾桶不看吧？一定看吧？那看完了，他应该知道周刊写的是否为裁定书的内容，应该很清楚嘛。所以我就觉得很好奇的，他的第一段是。他把他的标题写出来嘛，就是说今天周刊的标题嘛，周刊是科收钱地点曝光。好，我念一次给观众朋友听。镜周刊的律师团的声明是：镜周刊科收钱地点曝光，刊载之相关内容尚待检察官依法进行调查，且依无罪推定原则，未经审判证明有罪确定前，即应推定为无罪。那你在我们节目只要常看，会发现我每一集几乎都会念一次，好吧？第二个，就台湾台北地方法院延长羁押之裁定是否提起抗告，
是辩护人跟柯文哲先生讨论后再行决定。这一段就是刚刚他们要讲的，辩护人为维护侦查程序顺利进行，均严格遵守侦查不公开之规范。对，翻成白话就是阿苗讲的那一段。对，所有东西如果出去有什么高话不关贴，好不好？那我绝对没有犯这一段，就是这样。你看那个第一段哦，第一段他有说那个刊载内容有没有？他只说尚待检察官依法调查。那调查什么事？就调查这里面的事。收钱曝光。对啊，那你相对回过头来，那辩护律师又有拿到裁定书。如果说裁定书无此内容，他可以大概说，我看过裁定书，没有这一段。他是看过裁定书的人嘛，但他有没有这么说？没有嘛。然后加上周刊打引号，那我更相信了嘛。因为辩护律师的3点声明出来的第1点声明，加上打引号，而且那个引号，你念完了以后，你会发现，这个引号蛮有趣的是，法官也有情绪在里面吧？因为你看过，我们台湾在一直到现在为止，不是没有出现过，包括前总统涉案，有，包括行政高官涉案，有这些甚或被判刑的或者什么，有看过这么凶的裁定书吗？那个用字遣词，直接到，我也不知道当天开羁押庭的时候到底有发生什么事。我也认为开羁押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裁定书上面说，那个女的调长官吵架，那个气氛差不多，一生气这样写，甚至显露一副君临天下，讲科哦，睥睨一切，无视人间律法，凌驾法律之上的态度。不然我觉得很好奇的一件事啊，就是诊断了哈。你看，形容柯文哲是这样形容的。然后呢，我最感兴趣的，为什么是人间律法？无视律法就律法，还有分人间非人间。好，那是不是在就是人间法律管不了你的，就是在故意消遣柯文哲吗？你当政治真的是神吗？是用神的规律，而不是用人的律法吗？所以那里面我就觉得，我光看到人间律法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法官的用词不仅凶悍，而且讥讽的味道十足。因为人间，跟柯文哲说，你在人间，请遵守，不要忽视人间律法。你不是神。我觉得这里面是激进讥讽，不只是形容你的态度，还讥讽，不要把自己当神。那里面当然还有什么破坏司法威信啊，什么故意形塑，故意形塑自身为政治犯。你不觉得这一段好像在回应民众党吗？民众党不是说他是那个四线菩萨吗？不是曼德拉吗？不是什么吗？讲了半天，然后你会发现，你从过去里面民众党的说法，回到这一个裁定书里面，你看，我不晓得这是检察官里面写的，还是法官因为出庭那一天延押庭的感受。我不晓得这是检察官里面写的，还是法官因为出庭那一天延押庭的感受。你不觉得这一段好像在告诉那个民众党，不是政治迫害，不是司法迫害。法官看的卷宗很多，因为你羁押庭、延押庭，他一定要看的都要看很多卷宗嘛。看完了就告诉你，不是政治迫害，不是司法迫害。你不是神，请遵守人间的律法。好，这整件事情如果像现在看起来的话，你说从裁定书，然后包括律师发的声明，然后民众党的反应，然后那这所有这样的内容，小平是来资深员，我说大家看过这么多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案子，刚才讲说包括市长室的一些平面图啦，所有这些的状况，可是当你看到周刊写的这些的时候，你自己的直觉反应是什么？周刊其实周刊现在是有强大的公信力，泄密归泄密，就去抓吧。周刊也可能，律师也可能，检联也可能，最后加上调查局也可能，甚至
法院也有可能啊，都有可能哈。这个再去抓，不管它。我补充一下，你注意看今天的文章里面。文章里面那个裁定书写上黄静怡那一段啊，等等，它里面还有描述郑生元等律师惊异无法接受，是旁边人告诉你那个律师惊讶吗？等等嘛，所以那一个描述里面还包括拿到那个裁定书看完的时候，那个律师的反应都写在里面哦。这就很好奇咯，是回去律师事务所以后的反应呢，还是在家庭当庭拿到裁定书的反应呢？这里面就值得玩味是哪一段？OK， 所以呢，《镜周刊》现在已经建立了公信力，他讲的都所以你相信都是真的，我相信他写的，而且这是裁定书的一语嘛，对不对？这个整个今天的描述，好，那为什么要到市长送钱嘛？哈，张一山说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的地方，我觉得还有一个背景因素啦，就是廉政署弄的这个叫做飞狗队。飞狗队我认为飞狗队哈有根，就是也不见得是这个案子才跟，这案子可能我想今年的2、3月中开始调资，开始调资料，5月2号去告。5月6号、5月10号成立的智瑶啊、买商办等等，就是他们要尽快处理这个钱，因为他们一直蓄势待发，因为他们不敢碰政治。我是北检，那有一个国民党的议员去告了以后，有人告，然后中午的时候，那个商业部不是讲王居立主持那个专案小组会议，他检察长自己主持，可见多重视，就多希望有人告，就开始动起来了嘛。5月2号去告，对，那个告的国民党是谁？是我。好，那所以。他们也怕飞虎队跟呢，飞虎队、飞狗队，就是检政署就是跟着所有的官员，就看有没有贪赃枉法的啊。所以你看不管88会馆，不管陶朱议员都被跟到了，很清楚，对不对？跟到。好，这第一个就是我到那边安全嘛。然后张一山讲的那个天地会嘛，哈，有个通道，陈近南在那边走，然后好，他这边就是反正那为什么不给谁看到？当时应该还是谢敏珠啊，当时的那个办公室主任，可是不晓得有没有被赶出去了，赶到前面办公了，不管，他就不走那个另外一边很多人一堆人看到的地方哈。然后我要提醒一下什么事的，有4个要角，你知道吗？第一个叫做谢明珠，他总是主任嘛，那知不知道一些事？第二个朱亚虎有没有跟？这个也重要啊。朱亚虎也，你说当天朱亚虎有没有去？对，有没有跟的？对，他喜欢带朱亚虎，我觉得有可能跟，而且朱亚虎是这个钱是顶月出来的钱，所以跟也合理。虽然他只是过路财神啊，签个字，省基金处理哈。然后橘子在不在？那钱这个1500交了以后怎么处理？那有没有陈佩琪的角色？这个都可以再追啦。这是第一个送钱的状态。第二个哈，那事后的分析哈，为什么黄国昌变弱了？你觉得他变弱了吗？弱多了啦。他刚才讲的那一段说荒谬了什么？你觉得变弱了？当然已经证据很强了，是不是变弱原因之一？那真的没什么好讲的嘛。而且表现的他律师表现的更弱嘛，就好像就在好像都放弃比赛了呢。就是他是不是叫他赶快写起诉书啊？不是吗？他只是要求检联赶快写。这个就是示弱了啦。这个如果只是这个什么1000多万啊，王俊立检察长就干掉了啦。他们想的是3个东西，至少台面上的东西要搜索到的。这个4.3亿跟4.7的2笔钱，4.7叫分润，这是陈瑞荣中石化董事长亲口讲出来的哦。那光论功行赏300、200也搞掉几千万，内部的人，你们想想看，内部的人分几百万，然后易小薇几千万。那阿北该多少钱？阿北如果起诉出来什么1700、1800，就倒了。绿色政府也受伤了，那个王俊立检察长也倒了。我认为不止，我认为他们掌控丢出来的东西，你看哦，他9月5号那时候不是那时候就知道有金流了。请问有没有4.3、4.7加起来9亿的第一笔钱？第二个，他们查了上穷、碧落下黄泉，外国的我不谈，国内。他们的夫妻多弄了10几个，为了选总统。阿瑶跟他的女儿什么加起来20几个账户。那9月5号那个裁定有没有说儿子有钱有进他太太跟儿子户头有没有？有吧？他已经讲一点点。那整个几十个户头全部去查，难道没有什么钱？而且柯文哲很自大，
自大说他对于钱的概念很爱钱，可是他不懂得保护自己，他连送钱送到市长室这种都敢做，他做事很秋了就抽这样，这种很危险。如果你现在是对镜头跟里面内容，对啊，你是以真的角度来看这些，对，为什么如果讲说可不可以起诉黄国昌他们一直讲你就起诉吧，如果都已经到这样，我不知道北检现在的考量，但有一个考量点一定在那个里头。各位有没有听过？那如果杀人见尸，窃盗见赃，各位你知道杀人罪，就算大家都看到杀人，大家都知道应该就是他杀的，所有的血迹啊什么什么的，但尸体找不到，对于办案的人来讲就是最头痛的一件事。有很多的案子，你回头去爬书看，就是当尸体找不到，不管他丢到大海去，丢到哪里去，他就是找不到的时候，对办案人就算血迹也是，然后包括你的什么 DNA 验什么，感觉上都是，但他就是要找那个。那我相信北检要找的大概就是好，第一个，如果有他们讲说有没有这样的事的话，那个所谓的想象中的大笔赃款会在哪里？所以才会冒出什么 USB 冷钱包有没有什么什么这些嘛？那我想北检是不是要这个样子？不知道。可是现在严压，因为法院已经准了。亮君现在看起来，法院是准严压的嘛？那要不要抗告？看起来到目前为止，陈庆基跟应该是彭振声他们吧，就是他们有提了抗告。今天还有一则新闻，是连朱雅虎跟彭振声。两个人一般囚车如果一路出来的话，检方提讯那就一个囚车，没有特别2部囚车。那媒体上讲说要防隔空串证，因为你不知道两个人在囚车上面，当然不可能明白的讲说周小平啊，我告诉你啊，那个就不是啦，好不好？当然不可能，但你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的模式，所以为了谨慎，特别是这样，也就表示检方在这个案子里面显然也知道用什么罪名起诉太重要了。能够把起诉书写成什么样太重要了，所以他们一定也非常小心啊。当今天看到是这个样子的时候，大家都觉得那接下来呢？接下来北检还要再拿出什么给大家看？现在我觉得大家不管在这个大家讲说是竞检也好，或者是现在大家已知的资讯也好，其实关键还是在说，第一个是破口当然在朱雅虎嘛，因为他已经被就承认说他有行贿这个事实。那再来就是沈庆兴他迟迟不认罪，然后呢，其实彭振声，因为其实在多次的这个报道里面，其实都披露说彭振声其实他有讲说金华城这个案子是柯文哲指使，意思就是说这个案子为什么金华城的容积率会一路往840标，这个后面的主要的指使是柯文哲，但他没有点到说到底有没有所谓收贿的这个东西，但是很明确的就是后面到底金华城这个案子为什么会演变成这样，就是柯文哲，所以彭振声也已经咬出来就是柯文哲，甚至包含前督发局长黄景茂其实也有这样子提到，因为这个 Excel 档里面如果它里面记载的是金额的话，那里面这个经手人是不是很多就是徐子瑜，如果是的话，那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那如果没有办法得到他的供词或者是直接的证据的话，那其实确实会遇到一些。但是你讲这段，所以你们有知道，有很多人都在讲说橘子不会回来。对，不回来的原因就是我等你起诉他，因为起诉以后所有的。包括你说笔录啦，说因为大家都可以阅卷嘛，所有东西全部都约出来，那时候也没有什么侦查公不公开的问题。等看完你们到底手上有多少东西，我再决定下一步啊。所以有很多人从这个角度说，橘子反正不会回来，他现在回来只是多一个麻烦而已。对，所以这就是刚刚讲到为什么橘子他现在还滞留在外，而且这个一定是早就已经想好的。因为你看到说，我们整理一下，依照这个时间序我们看到说，在今年3、4月的时候，橘子就已经不再出现在柯文哲办公室，为什么？因为周小平议员在5月的时候就提告了嘛，那个时候金华城的案子，大家就已经开始有风声说准备要开始查，然后议会大家也在2、3月也在传了，对，都已经在传了，调资料，没错，李志川都给，都在传，2、3月就在传，大家都在传，所以那时候肯定他们内部就已经知道说，金华城这个案子可能已经要开始延烧了。那后来呢，真的开始办案的时候，你就看到5月的时候呢，柯文哲、彭振声遭到告发就是被这个周小平议员告发。然后后来呢，就讲说柯文哲就叫橘子说，赶快跟李文宗交接款项。5月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点，因为这个时间点就是说他后来就是橘子就去日本了嘛。而且在那个时候，为什么还要交接？其实如果你去连到包含柯文哲的底下的这些众望基金会，或者是他的政治现金专户，其实5月的时候都必须要去清账，然后要去做申报，都是落在4、5月的这个期间。所以5月的时候，柯文哲肯定在处理他手上的包含现金。
个时候为什么还要交接？其实如果你去连到包含柯文哲的底下的这些众望基金会，或者是他的政治现金专户，其实5月的时候都必须要去清账，然后要去做申报，都是落在4、5月的这个期间。所以5月的时候，柯文哲肯定在处理他手上的包含现金，或者是这些钱到底要放在哪一个他的基金会、他的智库，还是要政治现金专户，还是现金让橘子带走等等的。所以在5月的时候就已经有这样的准备。再来到8月27号的时候，橘子返台，短短停留2天的时间就又离开台湾。那据传是前往日本。那但是呢，当然大家就在讲说，日本他现在可能在澳洲，最后落脚处可能在澳洲，但他现在在不在澳洲，其实也打上一个问号，可能已经不在澳洲了嘛。那所以如果是这样的状况的话，那究竟这个检方接下来的下一步，其实它就会变成说，在这个所谓的经手人上面，甚至是钱的这个去向上面，其实就会非常非常的困难，要不断的去勾稽。所以为什么最后北院决定继续要来延押？这个关键在这里。第一个，这个重要的被告滞留在外；第二个是检察官仍然因为关键被告没办法回来，所以呢，他就只好再去从周边去找更多相关的证据来去补强，以去弥补说这个徐子瑜现在目前滞留在外，然后如果补强之后，他接下来在起诉书上面，他才能把这些证据写上去，然后才能够在柯文哲的罪责上面来真正来去做定罪嘛。那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检察官他都有非常多的步骤，但是同时呢，我认为台湾民众党内部一定也都知道检察官正在办这个案子，否则为什么会在4、5月的时候呢，就让橘子离开，就是柯文哲就等于是不出现在民众党了啦，那就让他先离开这个民众党的团队。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早有准备。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那对柯文哲主席来讲的话，第一个，延押不是北检能决定的，是北检包括要跟别人申请延押啦，所有相关的一些状况。现在就看柯文哲主席会不会针对这个抗告，因为你看到包括陈佩琪第一时间就直接黑底白字直接写要抗告。然后包括民主党现在一片的呼声，只是会不会提抗告。而对于延押，为什么法院会接受？刚刚讲到，因为这个用字遣词之重 ，OK。但是最后有一段，柯文哲主席大家会记得被提讯了大概7次左右吧。中间有一次就是10月初的那一次，他不是10月1号 ，OK， 他不愿意去那一次。那一次显然对于他延不延押一定有考量，所以才会法官在这裁定书里面写，连羁押在看守所，自意拒绝，意思是。我北宋，我不要去，我爱怎么样就好，自意就是这个意思，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自意拒绝出庭，又何能期盼出所以后能遵其到庭？所以我怎么能够寄望你来？既然你有过那一次，你那次自意而为是这个样，后果自负，他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你大概北检后面办案再传你也不会来，所以那就延押吧，这是其中一段。可是在这里头一定有一段是大家以前到现在都没办法理解的一段事，还记得吗 ？Orange。精华出境，就想这怎么可能会出现？谁会知道？大家那时候在讲说，只有2个人，一个是柯文哲，一个橘子。如果有，那就是柯文跟橘子说：“橘子啊，对不起，他讲 Orange，OK，Orange， 精华出境。”但大家都想不通为什么有这一段。然后在今天的周刊里面帮你解密了，他应讯，我不知道他这里头一种有。他说柯文哲日前应讯的时候，坦承徐主席有负责收钱跟转交政治现金，这是周刊的报道。今年5月，柯在便条纸写下 Orange 精华出境，笔记在底下的第2张、第3张纸留下痕迹，见识。所以就是我们以前玩的那个拿铅笔涂，是这个意思吗？柯文哲承认到多少我不清楚，他可能承认的是合法的政治现金，但是有相关的证人已经具结证明说，博弈大恩的那300万，他是亲手交给的橘子，那这个300显然不是合法的政治现金，是私下。所以你的意思说，柯文哲就算媒体讲的这段事，他的意思是说，橘子帮我处理合法的政治现金，那时候 OK。我猜他讲的合法，但是问题是我跟你讲。包括博弈大亨的跟谢国良那200，那都是私下给的。那人家证明说，至少博弈大亨那300是经过橘子，所以橘子是你私下收钱的重要经手人。好了，刚刚提到就是说，那刚刚那个 Orange 精华出境。应该全世界知道只有2个人，一个就是写的柯文哲，一个就是收到便条纸的橘子。那检调怎么会知道这件事呢？我们就做了一个研究，因为便条纸嘛，所以我们这边就给他写 Orange 精华出境。然后检调的意思是说，虽然第1张被撕起来了，但是它下面会有
痕迹，第2章或第3章会有痕迹。我刚刚做了一个实验，因为这个便条纸的牌子是有牌子的，已经较高了，所以一些精华出镜吼，我在看是跟他看不什么精华出镜，但是我就这么有研究的精神，这是一般的 A4 印表纸，你叫写 Orange 精华出镜对不？我跟你讲，你翻到这一页啊，这里啊。还真的看得到那个很些微的印子，就是有 Orange 精华出镜的印子是有的。那如果我在讲这个还是一般的 A4 印表纸哦，那如果柯文哲的便条纸是更薄，因为通常那种官员，如果你在公家单位待过，公家那种便条纸其实是更薄，所以也有可能像 Orange 精华出镜料一样 ，A 卡第一层跟第2层都有可能出现。所以检调从这里面去还原了以后，发现这个关键的出镜。那真的要拿啊！我相信检调应该不是像我们一样用铅笔，对，再把它弄浮水印出来。他们应该有专业的一些见识，就像警方他们在刮指纹的时候，对。所以现在重点是这个东西是非常关键的。然后偏偏又是在刚刚亮君刚才已经拿出那个时间序了嘛？你5月的时候，当钟小平议员去告的时候，你马上跟 Orange 出境，然后8月27号突然回来台湾，就2天又飞走。那到底是在处理什么事？这里面就很关键。所以重点是包括这一次严压柯文哲的检调。不管是检方或是院方，都是一个讲的关键的是公，除了有串证的问题，刚刚提到那个可能是王金营那种外面串证以外，最重要的是因为 Orange 没有回来，那你这件事情，你知道民众党人私下怎么跟我讲吗？他们其实对于 Orange 啊，他们认识 Orange，但是对于他收钱这件事，他们真的不知道，有一些不是那么核心的。我平常讲，真正的核心就那几个啦，就是有收钱的可能就是那几个，所以很多时候出来外面讲话，那可能他们都搞不清楚状况，所以他们说他们不知道 Orange 就是收钱的大事，他们不知道。啊，第2点是啥？从 Orange 的角度，他当然这时候不用回来啊。为什么？就是第一个，就让你们，因为他如果回来的话，代志就大掉。我觉得现在全世界最怕 Orange 回来的是谁？谁？就柯文哲的家人啊。为什么？回来就bingo了啊。Orange 只要回来转污点证了，那大家都不要演了，民众党也不要演了。所以对民众党来讲，我现在怀疑说是他们叫他不要回来，拜托，你真的不要回来，你就撑到柯文哲被起诉。如果像你这样讲，那对橘子自己来讲，那我为什么要帮你们扛？如果啦，真的像一中讲说啊，你们大家都不希望我回来，我回来就整个bingo了，就。可是对橘子来讲，如果真的这样，因为他会害怕。Orange 怕他回来，因为现在检调只是用政治现金法去办他，原本是证人礼遇他嘛，那现在证人你不回来转被告，可是他是用政治现金法的被告，那其实是小事啦，就回来误点证人就转缓刑了。但是 Orange 怕他万一回来的话，被改成是大罪的话，因为他如果他真的是经手这些钱的话，那他就是贪污罪的共犯，而且 Orange 那个时候在市政府他是有公务员的身份，那贪污治罪条例逮起的多掉啊，所以现在变成是你检调没有办法给他一个100%的保证的情况，你回来以后不会被转成贪污治罪条例的被告。我相信如果是政治现金被告 ，Orange 有可能会回来，但是如果是用政治现金法的话，贪污治罪条例的话，我拿 Orange 法不会登啊。对，但一中，你刚才讲那个纸条，中间有一个，各位能不能告诉我？柯文哲为什么不直接跟橘子讲就好了？他为什么要写一个纸条？而且写纸条，各位写纸条难道不要叫别人交给橘子吗？我跟你说，我要不就直接跟橘子讲，亮君那出境，要不我如果写个纸条，应该是交给钟小平，然后你麻烦转给亮君，然后叫他出境。不是吗？要不然干嘛写纸条？要不然我就直接讲。那写纸条一定还有人家看到啦。他还是被抓到，我多写亮晶晶。所以这里面还有一个可疑的地方。对，为什么？我跟你讲，柯文哲绝对跟橘子有直接联系的管道，但是那时候已经被告了，已经风声。钟小平议员去告了以后，这时候他有可能意识到说，如果再传简讯的话会很危险，所以这时候用纸条。我叫橘子来办公室啊。那我总会碰到橘子吧？我碰到橘子。我们俩就私下，我就旁边一句，橘子，出境，结束。对，我为什么要写一个纸条？有没有人能告诉我？好，那我只能推测，对啊，因为他是皇帝。啊，刚刚讲为什么他要用人间律法下圣旨啊？刚刚义夫跟你讲说，为什么检调要用人间律法？因为他是皇帝啊！你什么时候看过清朝的雍正皇帝有法律去约束雍正皇帝？某一个代际，一个皇帝，所以他可以自缢啊！你知道皇帝最喜欢干嘛？就是签手谕嘛，所以他就可能习惯的是枪决下手谕。所以我在想啦，就是说，如果这里不是有第三个中间人，就是说柯文哲请这一张单子转给 Orange 的话，那如果是 Orange 的话，有可能他就是一个习惯，他就是很喜欢签这种手谕，他就觉得习惯。啊，谁知道签完手谕他也撕掉就给你了？我怎么会知道下面会有印子？就谁知道？
这不会有人因为知道如果要是真的像周刊讲是那样的方式取得这个的话，那一定是在那天搜。去包括吴指导、柯文哲那天搜了主席办公室，对不对？搜主席办公室这些地方，一定是搜，然后还有他家里，然后把这些东西搜。观众朋友，你大概没有经历过，就是包括检调或检联啊，在搜所有的地方，他们是进去会把所有可疑的东西，我不知道，我觉得在他们眼中都很可疑，好吧？就是会把东西全部都收，就带回去，因为我现场不可能。判断得出来这玩意儿到底是不是对我的案情有帮助或什么，他一定是全部都收了以后，所以你看他们每次有一个大箱子，然后他是回去以后，然后就开始把所有的东西做第一次的全部筛选，那有很多一看就知道这跟案情无关的，他大概筛选一批以后。我们那时候他大概过，譬如说7天或10天左右，他会通知辩护人说，你们可以来，那把这些相关的资料可以拿回去，然后我们就请助理，然后去把那些拿回去，他再继续往下筛选，所以会有很多的资料，也许你不经意的，像如果照周刊讲是那个字条这样子的话，一定没有人想到桌上这玩意儿到底为什么这样。但是义夫，你有另外一个疑问对不对？对这个字条，对，因为我蛮疑问的，如果按照那个说法是5月份写的，对。然后一个便条纸写完那一张以后，就摆在那边，从此不再用。你才有可能嘛，不然你写了又撕，写了又撕了嘛。写了又是5月，搜索的时候是8月，所以那个便条纸就摆在那边都没用了吗？其实我有一点纳闷，这个就是说，那。检察官虽然他说啊还原如何还原，我唯一的纳闷就是时间序5月写的，8月搜索，然后便条纸就停留在那一张就不动了。5月用完那一张以后，他那一本就没有再用过。为什么要问这一段？那义夫会提出这样一些质疑，就是表示我们在节目里面，我觉得不是单纯大家要去把柯主席你一定有罪，你要把他不是所有大家可以把所有这些东西都拿出来让所有观众，因为。我一讲柯文哲到底有罪与否，这些事情，包括媒体所讲的这些，你不觉得他对于我那时候问过阿苗嘛，对于第三势力，对于很多年轻人对于政治的一些理想或什么，他会不会产生一些的影响？多多少少会。那阿苗这个案子里面还有一段跟你有关系，学姐黄静莹那段，你刚刚有大概轻描淡写讲了一段，因为在媒体上面的报道是说柯文哲会被延押。可能学姐在媒体上面的访问讲出了一些内容，讲说原来可能泄密的不是会不会有串供的情形，不是只有你，原来不是只有你们怀疑北检，是不是你们自己人也会有这样一些状况？我记得那时候是在学姐访问没多久，你好像就有直接讲说，你怎么知道柯文哲的当时的心情？你那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个质疑？我今天看到周刊报道这个新闻确实他提到学姐这一段，我非常讶异。因为学姐是在10月1号的时候，她上节目讲的这一些嘛。因为那天柯文哲拒绝提讯嘛。对，然后大家都在讨论嘛。那后来10月2号那是晚上我自己的直播啦，那提到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很诧异啊，觉得说奇怪了，他怎么会把这讲的这么活灵活现？好像他躲在桌子下面听一样。那是谁告诉他这些事情？那我那时候就觉得说他这样讲非常危险。因为如果我是检察官的话。我一定把他这一段写在延押的申请书里面，然后跟法官讲说，这人不能放，一放出去，他在里面就已经跟人家隔空串了，你一放出去，他一定串证串得更厉害，那所以我那个时候，我记得10月2号的时候，我就直接讲说，这个搞不好成为阿北被延押的理由。那所以今天看到那个报道，我吓一跳，说一语成谶吗？怎么会这样？那这当然只是一个案例，就是说。民众党他们在外面的这些政治操作，其实某程度上好像让柯文哲更惨。因为你光看嘛，他们整个党在那种做政治上面把这案子导向说是政治迫害的时候，那今天这个周刊报道的裁定书，其实我蛮想看那裁定书，因为如果确实如同周刊所写，法官讲这么重的话，那很罕见，真的很罕见，非常罕见。当然也不排除个可能性是说。他是检察官写的延押申请理由啦，那只是法院把它同时呈现在裁定书说检察官这样讲，不一定是法院的意见，但他里面提到的说，这个是总统候选人在野党主席，可是却亵渎司法，然后这个把自己说成是良心犯、政治犯等等的，
我就想说，哇，这不就是黄国昌他们在做的事吗？如果这真的是一个延押的理由的话，那你在外面做这些更多，不是就更让阿北出不来吗？那你看这整个过程里面我觉得你如果真的要像阿北想让他这个得救其实像辩护律师这个声明，我觉得比较恰当了。就是说你不是说今天是非常，想要去把整件案子导向政治。我就想说，哇，这不就是黄国昌他们在做的事吗？如果这真的是一个延押的理由的话，那你在外面做这些更多，不是就更让阿北出不来吗？那你看这整个过程里面我觉得你如果真的要像阿北想让他这个得救其实像辩护律师这个声明，我觉得比较恰当了。就是说你不是说今天是非常，想要去把整件案子导向政治。它就是一个正在侦查中的司法案件，那被告依法当然他一定可以抗辩嘛，就是好好做抗辩就好。但是你看学姐，包括这个林真宇啊、陈志涵啊、黄国昌啊这些在外围的人的说法，你反而让阿北被认为是一个妨碍侦查的被告。我们讲的这个中性一点就是这个被告他在里面都妨碍侦查了，更何况他去外面。但大家没有，你有没有注意到学姐今天有发一个知情稿？是，她在里面把还原她当时在媒体上采访内容。她的意思是讲说，她当时是你注意看那原文内容，她的意思是说，我就是揣测，我觉得他为什么会拒绝提讯，是不是可能是因为他被反复侦讯这些，所以他觉得不想问什么，然后套一句那时候大家讲电影的台词：公堂之上。假设一下又何妨？那现在讲是揣测已经太晚了，因为当时他没有说他是揣测当时他言之凿凿我觉得黄国昌跟黄珊珊应该在他们党内先进行基础法治教育，要跟他们这些党公职讲说，在外面讲话要小心，不要适得其反，爱之是属于害之。因为包括了他们在讲说什么，哎呀，这个北检怎么侦查大公开，怎么罗织入罪啊？那个 USB 里面根本都是时间，不是金额啊！如果讲这些，检方一看，你讲的这些怎么跟阿北的辩词，好像如果互通的话，中间有人帮你们串吗？有人帮你们对台词吗？就有的时候，你这个东西在外面越讲是越讲越糟更还有包括关于局势那件事情，我就问嘛，如果你是检察官，你会不会怀疑局势跟这些民众党人有联系？你会不会怀疑这件事？因为他们讲的每个好像他去留学就是什么，你一下子又说他很单纯，一下子说他不是账房，然后一下子又说他不敢回来。你看前几天不是有个民众党立委说他不敢回来，那你们到底是有联系还没联系啊？如果有联系的话，阿北有可能放出来让他去联系吗？所以这些里面，其实我们一般我经常讲很奇怪，为什么我们这些在最外围的人看的都比他们里面这些非核心的人讲的还要更准？因为我们凭我们的知识、常识跟这个专业在判断的时候，把那些政治的东西放开，其实阿北这案子要怎么处理很清楚嘛。那反而是他的这些政治操作看起来好像说，你一直都在走那种挑弄情绪的，是在稳固后柯文哲时代党内权力核心的。那真正喜欢柯文哲、支持柯文哲的柯粉，被你们这样带着走的话，反而是在往反方向前进。小平，现在整个来讲的话，对检方来讲，某种程度，光现在如果以他们媒体上所报道这些钱或什么，会不会觉得怎么可能会是这么一点点钱？你这样讲出来，会不会让大家觉得说，怎么可能？拜托，应小薇都5000多，然后柯文哲，因为那时候周瑜修他们这些讲说，你们也太入人一罪，也不要这个样，好不好？就这一点钱，然后讲柯文哲会为了这个样，所以对检方来讲，他势必要巩固。我讲，除了要把钱那些弄出来，真的有的话，然后包括那个金额应该不止这个样，他一定这样想。我看那个检察官是想让媒体通通饿死的。你思考一下就是朱雅虎只讲了210万，7个人30万，然后那有一次一度撤销，高院是不是撤销？再回到地院再踩一次，那会撤销吗？高院的法官，如果这案子当然经过了很多年，到了高院他怎么判？就那些法官，他简单讲，他怎么判朱雅虎的撤不撤销，跟朱雅虎犯了什么罪，那是一样的标准那是要看金流。朱雅虎把我打死我不相信，
他讲210万就可以高院就可以裁掉地院的那个判他的那个处分，我就不相信。好，那谁知道？我跟你讲，检察官都知道，就检察官就坏嘛。检察官丢出来的东西哦，或者假设他泄密了，或是谁，那个都是很精准的。第一个，第二个呢，那到底知道多少？对吧？我们也是好奇，一定是他知道比我们多嘛。然后啊，他压也都成功了，没压几个全中了，没有什么一个不要的啦，哈，就表示他东西是很扎实的。我觉得好，那到底怎么样？我认为哈，没有疑义的话哈，是难度悠悠众口。没有疑义的话，我认为几千万这样流来流去啊，什么还赢不了应小薇的钱哦，你信不信哦？赖清德的民调，总统民调，满意度掉5%以上，他常常掉3-5%是什么事？就是被前任的大法官蔡英文留下的大法官，我不晓得是不是赖清德的意思，是那个就是废死那个议题，那个是很严重的事情，每街头巷议都在讲，那不管谁的意思，他同不同意，我们也不可考，赖清德同不同意？再回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啊，我跟你讲，今天呢，如果反噬反噬然后如果是一点点钱，当然绝对不是210万，就是1710万，那反扑的力道，不是民进党可以承受的也就整个就短位起来的整个。可是我相信不是这样我相信会有。你可以说，一定查很多钱，我相信。你可以说，如果要是起诉，只有图利罪，不是违背职务受贿罪。对。如果起诉，就算违背职务受贿罪，但检方起诉书里面所列出来的，包括证据或金额，可能不是大到那个样。对，你觉得柯文哲可能就会再短位起来，包括接下来所有反扑的力道，甚会伤到司法公信力。那他放出来了嘛，他一定不能再压他了嘛，没有压那3个月的理由嘛，法官他就开始游街，在那边诉苦。那人可能跟大谷翔平、道奇队得冠军一样的开玩笑的，就他就红了，你知道吗？就变成政治妖怪的大妖怪，就异形没有办法控制他，所以好，然后呢，他如果不是嘞，如果是证据都好都很多，1亿以上好，我这个1亿就是俗称1亿以上这样，这个标准好。请问一下，那接下来民众党重担在谁身上？在黄国昌跟黄珊珊两个身上。我们常讲一句话叫领袖要有方向感。如果真的这么多钱因应各种形式而做出变革嘛，好，然后今天这2个人何以自处？而且我跟你讲新的发展老百姓的心在转移是转什么移？转什么？最新的民调，你知道新北市啊，黄国昌有13%、15%，现在是个位数，就民众党已经下去了，已经票少很多，所以我看整个发展要看黄国昌跟黄珊珊还要这样子奋战到底，就是完全不讲道理拼到底吗？他们俩双方自己决定。议长，现在看起来小平刚刚讲的，如果要是起诉与否，因为现在如果你照裁定书上来看，它会出现说，对，这是媒体上面报道说，法院严押裁定书首次认定柯文哲涉案的罪名是最重可判无期徒刑的贪污治罪条例，违背职务受贿罪。可是我刚刚就讲，包括起诉的罪名，包括证据力够不够，所有这些会不会影响到刚刚小平所说的？然后出来以后，柯文哲可能声势再起。如果你们没有办法讲一句俗话，一枪毙命的东西的话，它会造成这个结果。当然不会，我会觉得犯罪所得的多寡不是影响所谓的社会观感，而是你犯罪行为的样态。你在市长室收钱这件事情，我再给大家看一次，这种事情。收100万都不能接受了，何况你收到1500万，你在市长室里面公然的收钱，这个连陈志涵都没办法接受所以陈志涵只好推给公务人员，说我们公务人员一切有合法。所以他说是羞辱，他说这是办公的地方。那如果真的有，他说是羞辱如果为什么他觉得是羞辱？因为真的是很丢脸的一件事啊，所以他才觉得羞辱啊。如果是真的是非常丢脸的一件事情嘛，所以叫做犯罪行为的样态，而检联现在要查当然要继续查，为什么呢？那叫犯罪所得嘛。为什么橘子那么关键的问题不在于柯文哲现在已经有没有犯罪行为了？其实今天周刊也有报道嘛，包含李文忠也好，朱雅虎也好，这些其他的证据都足够证明柯文哲有收受贿赂的嫌疑嘛，也可以写这个起诉书。
但是重点来了，你办案，刚才那个五哥有讲嘛，就是你要找到那个尸体啊，那个尸体现在还不只是尸体嘛，这个的钱找到脚踝太少，所有的钱，你是贩卖市民的容积率，那个钱是市民的钱，你的犯罪所得要缴回去，这才是检联为什么不断的要去追查金流的原因嘛。不能让你柯文哲关出来之后变喝哑狼嘛！我要把你的犯罪所得全部找回来，这才是检联的压力。所以检联即使起诉，他有罪证的可能金额很少，可能只有1500万、2100万，不管。但是他一定会写，你有很多的财产来源不明嘛，你有很多的政治现金，你无法说明清楚它的来源嘛，这些东西它都会形成继续办的理由。而继续办的理由，我直接讲。柯文哲如果要说真的，民众党如果要救阿北，把柯文哲关出来，不要再继续延压，2个月后要把他放出来，直接讲嘛，你们政治现金找一个第三方查账小组，直接把你们政党的总部的钱给所谓的第三方查账小组查，以证自己的清白之外，你还可以协助检联把这一块厘清清楚嘛？因为你们做状做了半年都讲不清楚，你检联2个月怎么讲得清楚？一定讲不清楚。再2个月给检联，我说真的，也有一堆事情查不清楚，而且还不止一个案嘛。现在只有金华城案嘛，还有市北科有的没有的，如果继续弄下去，我只告了4个，你只告了，对。好，一堆我还没讲，还有案外的大巨蛋啊，或者是什么小凯的什么股票案啊，一堆悠游卡股票案，这些东西都可能未来会形成柯文哲的新的市政之后的新的案件，而这些新的案件会不断的伤害民众党嘛，所以黄国昌今天才讲这句话，起诉啊。赶快写起诉书啊！我好赶快可以那个黄袍加身，当上代理党主席啊！这才是关键啊！民众党要回归创党时候的精神，党章写得很清楚。起诉就停权，司法的归司法，政治的归政治。你不要把党主席跟你这个政党柯文哲跟你这个政党绑在一起嘛。民众党要继续走自己的路，不管是黄国昌做党主席，还是张一善做党主席，就要走出自己的路啊！我有资格选，我直接讲，明年3月15号以后，我就可以入党了。我挑战你黄国昌啊！所以我会说，不管做谁做党主席，你才可以切割柯文哲嘛。而柯文哲不会再造成民众党的伤害，这才是对的嘛。他不让你选，我那个借你钉床，借你滚。他绝对不会借我，我才不管。3月15号以后，我就可以入党了。我挑战你黄国昌啊！所以我会说，不管做谁做党主席，你才可以切割柯文哲嘛。而柯文哲不会再造成民众党的伤害，这才是对的嘛。他不让你选，我那个借你钉床，借你滚。他绝对不会借我，我才不管。不，因为如果照媒体上报道，因为医生每一次介绍的时候，那个 title 是前民众党中央委员 ，OK， 所以他们的规则是现任或前任，只要当过中央委员都可以具备候选的一个资格。是，可是你现在不是党员嘛？那开除要5年才会回去。对，开除要5年。我要讲说，这就是党章，我就按照党章的规定，如果我有参选的资格，我3月15号我就会入党。但是我好久好快。我要讲是说，这个政党必须立下政党的规则嘛，当初定得很清楚。起诉就停权。如果这个政党继续包庇柯文哲，我干嘛入党？你这个政党就是一个包庇贪污起诉犯的人嘛。为什么民众啊、国民党、民进党都可以做得到，你民众党你做不到 ？OK， 那就现在看起来的话，柯文哲的政商关系可能跟一开始2014大家的想象不太一样。有人现在是回头去爬说，因为跟沈庆基之间的关系啊，很多这一类，包括2018双城论坛的时候，社会那个名单，大家现在回头去对那些名单。跟当初，因为名单一定要有人讲好，也要让政府知道一下，因为跟两岸之间有国安之间一些考量。那个名单之间，像沈庆他们生活不在名单里头，但是表示那个症状，但是后来赫然入座的时候，你也拿他没辙啊。
很多不就是这样吗？对，而且这个在名单就是在2018年，当时这个双城论坛是在台北圆山大饭店举办，那一年是在12月举办的，因为刚好遇到选举的关系哦。然后呢，其实最近我们才发现，回去看当时在这个主桌的这些企业界的人士，因为当然双城论坛可能很多人对于这个两岸之间的经济交流都很有兴趣，那就有很多企业界名单。可是通常我们在主桌，尤其是主桌，所有的这些名单，一定你都不管是要让中方知道，或者是让我们陆委会也知道，在这场会议上面会有谁在，这其实都是事先应该要先安排好，包含要怎么坐位置，这也很重要嘛。所以你在刚开始的时候，这些名单应该都先罗列好了，但是呢，却出现了没有在这些名单上面的人有谁？第一个就是沈庆京，而且第二个还有大家有发现吗？是黄崇仁，大家还记得黄崇仁不是就有被写在那个 Excel 档里面200嘛？对，就其实后来是找一个劳务标案，所以这些人其实跟柯文哲私下的关系都非常好，所以才会特别连在原本没有在这个邀请名单里面，还特别找他来。总之，他跟这些政商关系其实呢是非常非常要好的。那更不要说刚刚其实这个义善哥也有讲到啊，这个赵腾雄也曾经来到我们台北市政府，针对大巨蛋的部分来去做相关的说明。那当然你可以看到说这些案子这些企业界的人士来到了柯市府，而这些案子里面有很多都是我们市府正在做的案子嘛。第一个，你为什么在这个跟赵腾雄见面？当然在远雄的部分，那你当然是希望说在安全上面，或者是远雄你就该做的你就好好做好。这事情上面其实你都应该好好做。然后呢，柯文哲在第二任的时候，针对大巨蛋做了一个非常大的转弯跟转折。那你看到就沈庆京的部分，你看到沈庆京他透过了陈情书，好不容易见到了柯文哲，然后也让柯文哲了解了金华城的案子之后，后来金华城案子也出现了重大的转折啊。过去在郝龙斌市长的时候拿不到的容积奖励，在柯文哲还是加倍奉还哦。所以可以看到说，柯文哲对于这些财团，他过去都讲说这个财团是刀他吃人肉，可是实际上他现在从这些财团的这个关系图来看，看起来他是跟大家都非常好，而且之前也不断的有媒体报道说，他去跟这些大老板见面的时候，可能见面1-2次就直接开口跟对方要钱，就不管是说要支持民众党或者是自己推派出来的候选人，所以柯文哲当然第一个他。你克林马西就是刚刚讲的秋楼金抽就直接讲说我现在需要钱，然后我们现在都见面了，就请你抖内一下这样子但是呢，私底下我认为他当然还是有在长期的经营这些政商关系，所以现在你看到说那个 Excel 档里面揭露出来这么多的这些不管是政商关系啊，或者是其他中南部，不是只有台北市是其他的县市，他也不断的在经营这些关系，所以跟过去柯文哲的人设说他素人参政。然后呢，他都吃这个卤肉饭，然后为了选举还把这个房子拿去做贷款抵押等等的这些，是完全跟过去不一样。那所以你说现在小草到底对民众党还能有多少的期待跟支持度？我认为现在当然支持度大概在10%到12%之间，但是我觉得要再提升是非常非常的困难。OK， 那义夫，那蓝营跟白营的立委视察北检，这整个过程，你自己资深媒体人你怎么看？我不单独只看视察北检，你回过头来看10月23号，也是吴宗宪当召委的时候，他排的是什么？如何突破侦查大空干专题报告？邀请了法务部长啦、调查局长啦、廉政署长、警察局长，还包括警察署长，还有那个 NCC 主委。你光那一场的专案会议里面，包括连吴宗宪自己在质询里面就也都提到柯文哲3个字，都提到柯文哲3个字。而这23号的事，24号吴宗宪排的刑事诉讼法，9月22号。民众党提案的副委那一个认为24小时羁押，还有主动跟自愿去配合的，你不能限定他人身自由，可以让他随意离开、自由离开。那你就想到8月30号当场逮捕那一刻，9月20号开议那一天副委，你看这一个是属于质询权，一个属于立法权，
然后让我非常没有想到的是，把质询台直接搬到了北检，去了北检，你看那一次，你看北检何其敏感，现在正在办柯文哲的案，何其敏感，你既然可以考察到那边去，有没有考察到北检的历史？有，2017年。还有民国90几年都有去考察北检，考察北检跟地院的时候，议题我念给各位听。有最近一次106年去的法警的问题，法警够不够 ？OK， 因为特侦组废掉，北检的案子多了，人手够不够？毒品犯罪如何防治？都是通案的问题。他不会去直接讲到个案。那今天吴宗宪说啊，我们没有谈个案，睁着眼睛说瞎话吗？你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你如何破除那个侦查大公开那个专案会议，连你自己在里面咨询你都谈柯文哲，然后今天到北检考察。一样的议题，还有一些通道的权益，然后你告诉我，我不是为了个案，你不睁着眼睛说瞎话吗？然后你看，质询、立法、考察这一招都来了，考察过程当中有没有人砍预算？有，砍了嘛哈？立法委员3大职权，立法、预算、质询全用上，为了柯文哲一个案子，这开什么玩笑？坦白说一句话，我立法院这么多年，我真的没看过3大职权是可以为了一个官司案这样用的。这样用，今天连马英九案、陈水扁案，国民党跟民进党都不敢这样干国民党都不敢这样干你今天搞到是你国民党吴宗宪还检察官出身，你还敢这样干？我真的服了。好，那金华城长，当今天周刊讲到这个样子，真的是科幻之中的科幻文吗？还是到最后，如果真的被验证出来一些的话，会不会让大家觉得说情何以堪？怎么会这个样？到底结果会怎么样？反正如果严押，不管抗告与否，除非抗告成回来，要不然的话，2个月以后你可能会看到最后的答案。因为起诉不起诉书里一定会要交代所有相关一些的内容。那除了这个以外，全球现在最在乎的一件事情，你觉得川普贺锦丽谁会当选？阿苗，现在焦灼到大概不太有人敢直接讲谁吧？现在没办法预测了。来上节目之前我特别上了2个美国非常有名的民调网站去看一个是538另外一个是 Real Clear Politics。结果这2个网站也都显示焦灼。一个是538另外一个是 Real Clear Politics。结果这2个网站也都显示焦灼。为什么会焦灼呢？因为美国的选举不是看普选民调决定的啦，它就是每州的选举人票加起来。那现在呢，大概有7到8个摇摆州，这7、8个摇摆州里面最离奇的就是每个摇摆州都是5-5波，就你这个川普跟贺锦丽这2个人他是普遍性的5-5波真的是很罕见。因为你说以往摇摆州大概3-4个，3-4个，而且这3-4个里面呢都有互有，比如说大概3%的领先。这个还算是说你能压一边，你说7、8个通通5-5波，那随便的几个排列组合就几十种了所以现在你看这个所谓的综合各大民调数据一个是226稳拿，另外一个是稳定219，剩下是93张选票不确定你看226跟219才不过差7张票。所以这剩下的93张7大摇摆州里面，随便一个结果变了，选举结果就变了。而且更惊人的是什么呢？更惊人的是在现在这些数据网站里面所做的预测几率最高的是
川普全拿摇摆州，几率第2高的叫做贺锦丽全拿摇摆州。就你光看这些不是这2个差别也太大了一点。对，这就是最妙的地方。美国人也包牌啊。对，这包牌，因为呢，现在距离选举已经是最后关头了，任何的一个风吹草动哦，然后在新闻上面会发酵嘛，社群上面会发酵。在这所有摇摆州里面，因为几乎都平手，所以你只要影响1-2%。这个就有可能变成几乎全。而且阿淼，美国跟我们不一样，他们没有在选前10天，第一个你不能公布民调，第二个大家就一堆的规定，他们没有，他们所有东西就一路玩到底啊，一路玩啊！而且美国现在通讯投票早就投了，对啊，然后大家一直讲民调啊，他们也是一边开一边投啊。如果这样讲，对，而且你知道这个美国的玩法跟我们不一样的太多了，包括这个现在我手板上的这关马斯克什么事呢？这个美国他们有那个所谓的PAC Super PAC 的这个制度啦，就是说任何人你可以成立一个 PAC 来挺任何人，比如说今天林亮君选议员，我超级支持他，我就成立一个亮君 for 2026议员的 PAC， 然后呢，我可以帮他做 campaign 活动，而且是我自己决定要怎么做。Musk 就帮了这个川普为了支持川普成立一个 PAC， 这个 PAC 做的活动多疯狂，你知道吗？你只要来登记，你把你的个资登记给他之后，每天抽100万美金哦。从这里面有登记的人，每天抽100万哦，吓死人了。那他说，我没有贿选哦，因为任何人都可以来登记啊。你支持贺锦丽，你也可以来登记抽奖啊。登记抽，可是我的这个名单就是要去支持川普了，所以我也可以决定我名单要怎么用嘛。哇！这个很多人跳起来，就是完全违背我们对于贿选的认知。台湾是你发超过30块你就有麻烦了。他每天发100万美金啊，结果现在呢，宾州为什么特别要讲宾州啊？因为宾州是最大的摇摆州。对，他掌握了19张这选举人票。有一种说法是，谁得宾州就得天下。宾州现在法院裁定，马斯克的这个抽奖还可以继续抽，合法的可以继续抽，这个跌破台湾人眼镜啊！另外还有什么呢？他们还有线上赌盘，台湾是地下里面的违法的，可是在美国你赌这个合法的线上赌，天天赌啊！一个号称来自法国的神秘客，竟然押了12亿啊，换算台币12亿要赌川普赢，这个在台湾也很难想象，你竟然公然做这个。对，然后呢，他去怎么回应这？他说，因为他有做研究，他认为川普就是会赢。但是你要知道，赌盘为什么在台湾是非法？因为赌盘会影响选举结果。你如果越多人投注，他为了要得到实现他的投注结果，他会想尽办法让他上，想尽办法拉票让他上嘛。那现在大家都在问了，说，你这个来自法国的神秘客，你的钱到底哪来的？有没有是你自己的钱，还是有人叫你下注做这条新闻，然后去拱这个盘？会不会有外国影响美国的选举？对，这在台湾难以想象，说你公开的有这样的，可是真的美国都发生了，所以这场选举刺激到现在，没有人敢预测，然后也没有人会知道说投完票的结果是什么，所以大家就是做好准备啊，要迎接可能的各种的变化。对，就是全球各个国家都有应变小组 ，OK， 所以每个人大家都要做应变小组。我每次都觉得太荒唐一件事，人家选总统，结果每个国家要准备应变小组，你就知道影响有多大。但是不是我们担心而已啊？美国人也担心啊，他担心还记不记得2020年那一仗，围国会山庄，川普为了这个还有被判。对，所以这件事情他们怕再来一次啊！不止艾丽莎莎会质疑中选会作票哈，昨天被这个新北地方法院判定不会违反所谓的社会秩序维护法，因为那个柯粉没有什么动员力，但是川粉不一样啊！2020年川粉直接上街啊，说枪已上膛，若再败选恐影响重演国会暴动，认为川普在2020年并没有输的，所以这次如果再输就是作票所以作票一定要包围，一定要抗议。川粉的动员力在2020年其实就已经展现过一次，人家真的就是上街，人家真的就是包围国会所以那个艾丽莎莎这件事情会被判不违法的原因，是因为柯粉没有动员力，所以不用害怕他们违反社会秩序嘛。但是美国人真的非常焦虑，
防止选后川粉暴动啊，白宫跟贺锦丽的住家都已经架设了围篱了。所以这个表示这个川粉跟美国人的焦虑，而美国人真的要焦虑呢，有70%的人压力重大。为什么呢？因为真的是太紧了，不像说柯文哲输了200万票，即使要重新验票，你也验不过，连侯友宜都赢不了嘛。但是他们可能是民调只差一点点的时候，而且他们又是选举人票，每一周如果就只差一点点，在那种关键州一翻盘就是像宾州就是19票，所以他只差一点点是差非常的多的。所以这一点为什么会让整个美国人非常焦虑，而且他们的民调这么接近的情况下，在所谓的他们选举制度这么奇怪的情况下，每一个人都无法去估计到底谁会胜出，这才是关键嘛。另外就是说选后怕如果谁当选，譬如说川普没有当选，是贺锦丽当选，如果产生这相关的暴动情形，这些有钱人都准备要计划出走海外啊，人数创新高，表示整个美国现在已经陷入了整个大选的焦虑当中，而明天就可以见真章了。但是他们可能是民调只差一点点的时候，而且他们又是选举人票，每一周如果就只差一点点，在那种关键州一翻盘就是像宾州就是19票，所以他只差一点点是差非常的多的。所以这一点为什么会让整个美国人非常焦虑，而且他们的民调这么接近的情况下，在所谓的他们选举制度这么奇怪的情况下，每一个人都无法去估计到底谁会胜出，这才是关键嘛。另外就是说选后怕如果谁当选，譬如说川普没有当选，是贺锦丽当选，如果产生这相关的暴动情形，这些有钱人都准备要计划出走海外啊，人数创新高，表示整个美国现在已经陷入了整个大选的焦虑当中，而明天就可以见真章了。小平，可是其实我们会关心这个问题，是因为两岸之间到底未来怎么样？跟美国总统之间，当然大家讲说，不管总统换谁，美国整个官僚体系来讲的话，一定有他们国家政策的走向。可是总统多少还是会影响到这些嘛？他没事讲几句话，说我们的台积电怎么样，或说什么，对，然后没事讲叫我们要不要增加国防军费，类似这些，一定都会有影响啊。影响可大了。川普的发神经，老还颠啊。我们大概一年大概23、4兆的就国民所得，他说我们要5%， 23、4兆乘以5，我们要1兆多的国防预算嘛，现在大概有5000亿了，现在大概2%，那突然叫你调到5，那多了5、6千亿，台湾可以承受，钱哪里来的？第一个，当然他或许不让你那么多，可是因为多很多。第二个还没完呢，请问提醒大家，请问谁发起货币战？然后贸易战，意识形态的战争，就是川普啊，开始跟就大概6、7年，反正几年前啊，所以才造成世界这么动荡。难道你们真的忍心让这个？请大家饶过这个世界好不好？你现在是在对美国人喊话吗？你现在在对美国人喊话？你看，习近平、普丁、金小胖，如果川普当选，凑成世界F4，地球都倒了，好不好？多可怕！你想想，你会不会怕你吗？我是很害怕，你知道吗？然后我的看法哈，我们会这样想：美国人到底是一个快300年的老牌国家、民主国家哈。刚刚那个说包牌嘛。阿淼说包牌，我看7个摇摆州哈，大部分川普都会输掉。我认为川普会大输。为什么？好，为什么？第一个，因为第一个就是40%的人认为非常害怕什么人害怕？那个我认为共和党不怕嘛，就是如果川普再输，是社会动荡，这第一个。那我就站稳4成哦。我贺锦丽。第二个，川普这是北风北，他最后一次选举了嘛，此生哈，不管选上选不上。所以呢，川普没有什么隐藏的票，就是这个阿北79岁，我就全部去帮他拼了嘛，哈，好。然后我觉得贺锦丽啊，政治性格比较不清楚，政策虽然没那么熟悉，可是他这个整个体系完整的，我说他整个民主党哈，所以他的票比较隐性，那你知道上次那个很多州差那个2、3万票就就决定的那个选举的票全部给某一方蓝或红，这一次我看会输很多，我认为
川普会输得很惨因为美国人也是要活下去。OK， 对你不要看民调纠缠成这个样子，但是选举人票开出来以后，因为谁过270谁当选嘛。对呀，但不见得。选举人票也是纠缠成这样，因为刚刚讲只要1周拿到，对，那反正我只要这1周赢你1000票都好，验不验票一回事，我只要是赢你这些票，选举人全部都归我，他有可能出现那个选举人票差别非常大的情形，但就只是现在大家真的都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OK， 那所有这一切就要等美国总统大选开完票以后，然后整个世界到底会是怎么样？但一中这几天传出来的，我们的一个台湾人到乌克兰去，对，说实话，你说为了自由民主，然后在乌克兰那个地方，然后那个人捐躯在那儿，可是这包括今天我看媒体上有一些，因为还有其他台湾人也在那儿，对，那这些过程，可是你现在要面对到的，以俄乌战争来讲，真的能够很快尽快和平落幕吗？北韩也派人，车臣都派人。他们到底要打到什么时候？很遗憾，就是说我们第2位台籍那个上命的，就是吴宗达战士。那其实他今天他的一个战友叫潘文阳有出来讲话，他就是说当时他们是在也是在前线的时候呢，他们就是突然遇到因为情报的问题，所以遇到了俄罗斯的军队，然后双方交火了10分钟以后呢，那他们。俄罗斯就发了炸弹，然后一开始其实他们那个小队里面有2个伤兵先受伤，然后这里面还有个台籍的医疗兵，先把他们后撤。那可是很不幸的是，因为俄罗斯的那个炮弹是一颗一颗进来，所以在第2波炮弹的时候，我们这一位吴宗达战士，那他就是当时他是说炮弹在他那个腰那边炸开，整个人是血肉模糊，然后他说他们的小队直接当场就撤退。所以最遗憾的就是说，这个吴宗达战士他尸体是没有办法拿回来的，因为那个时候俄罗斯的炮弹一直进来，如果当时去救他的话，会危及到整个小队的安全。所以他说他们小队后来离开了以后很难过，然后在那边哭泣，这是对我们比较不幸的。那另外一件事就是说，那你说乌克兰战争到底终究怎么样呢？因为北韩已经介入了嘛，大家知道，而且北韩趁着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今天早上又试射了第2发的那个弹道飞弹，上个礼拜才射一飞洲际弹道飞弹，这礼拜又射。那为什么呢？因为北韩最近动作很大，我们知道，包括像这边有人拍到俄罗斯的装甲车在这个乌东的库斯科州，就是抛弃了那个北韩士兵，那个 X 上面有影片。你说为什么抛弃呢？这里面可能是因为磨合的问题，就是说北韩士兵因为他们是最近才加入，然后跟原本俄罗斯的士兵之间那个战术上的磨合，所以出现这种就是好像把阿兵哥抛弃在周围。但有人就讲，南韩的情报院分析一件事，为什么北韩要在这里这时候加入？其实北韩在半年前，他们就已经在白俄罗斯用学生的名义在那边受训，所以半年前其实就已经预备。可是为什么最近动作变很大？甚至包括南韩的情报研究也证实，因为北韩就把都讲代击。川普有可能会赢了，那川普赢了以后，那乌克兰战争可能会结束。那北韩这个时候就没有利用价值了。对北韩来讲，在这个 moment 底下，他这时候加入俄罗斯的战线去打仗这件事情，对俄罗斯来讲是雪中送炭。送炭以后，俄罗斯给他什么？第一个给他钱。第2个给他粮食，第3个还给他什么？最重要的是国防技术。大家知道俄罗斯的核弹是世界顶级，所以对北韩来讲，这个时候雪中送炭去帮俄罗斯。虽然他们派了1万人，这些精锐部队已经有人说第一批的已经有40个战士，已经可能就只剩下1个活来了。可是光排天对竞争人来讲，我要给你继续送，因为在这个情况底下，他们一定要赶在这个时候，然后做一个帮乌克兰做一个了结。然后这个时候结果，那所以现在南韩最担心的是说，那这时候如果北韩可以对乌克兰，对俄罗斯这样。就是雪中送炭。将来如果朝鲜真的发生战事的时候，俄罗斯是不是以同盟的关系再加入的话，那事情会变得非常的复杂。因为大家知道，俄罗斯光手上那1-2千个核武，就对整个世界造成很大的困扰。所以你说美国在选举，但是北韩也从此，但现在也不放松，也是跟着在那边弄。OK， 俄乌战争什么时候能够和平落幕？那这跟美国大选也一定会有一些某种程度的联动。那美国大选，那投票开票当然还要一段时间，最后到底谁能够入主白宫，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希望明天我们明天见，拜拜。